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很酷的书。这本书呢，其实可以算是我进入身心灵的灵性启蒙书。基本上，我觉得它的名字，我当时非常抗拒啊，它叫做《与神对话》。其实呢，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我接触身心灵之前，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叫《与神对话》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抗拒。那我为什么当初会愿意看这本书呢？是因为当时是2016年，然后呢，我接下了要拍摄《看不见台湾》的摄影师的这个任务。那我跟导演就是林明谦海哥一起聊天，见面的第一天在咖啡店，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看一下这本书《与神对话》，超好看的。”然后当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想说，大概又是一本福音书吧。但是你打开之后，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完全无法停下来，一页接着一页，一页接着一页，然后很快就把它看完了。而且我看完以后还觉得这本书真的太棒了，所以还多买了一本专门拿来借人，然后自己呢留一本一直回味。它其实也算是整个身心灵这个新时代里面非常经典的一本通灵传讯书。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 Neale Donald Walsch 尼尔唐诺，他呢还活着，现在已经80岁了。然后呢，他现在等于是成为了一个演说家，然后常常在全世界到处各地去做演讲。那也开办了自己的等等的一些课程啊，还有自己的网站，就在讲述他所接到的这些讯息跟理念。那这个人呢，他当初到底为什么会写这本书？这蛮有趣的哦。他其实曾经是一个蛮成功的，就是媒体业者做过广告公司啊，然后做过主播，做过编辑，然后呢也开过行销公司。但是他有经历了非常多次的婚姻的失败，然后后来又经过车祸以后，他就沦落成为了一个流浪汉。所以呢，他后来是真的在就是公园里面，然后搭着帐篷，然后在那边过夜。他某一天他真的就是有点受够了，所以呢，他就决定我要写一封信来跟老天爷抱怨，我的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子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现在讲可能叫做受害者情节齁。神奇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结果呢，他的手就仿佛就是又接着可以继续写下去。他就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的下一句，然后呢就出现了，他就接着写：“你只是想要抱怨，还是你是真的想知道？”他就觉得于是呢，就开始展开了一个他跟所谓自称为神的这个能量意识体的一个对话录。那这个神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其实就是尼尔唐诺的指导灵啦哦。但是呢，他用一个神的视角来去讲述了神眼中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其实让我完全大开眼界。里面有几个让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点，可以拿出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想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地球，生而为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就说了，其实呢，因为呢，在宇宙之初、世界之初，什么都没有，只有神。那他就是全部的时候，神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是谁。如果全世界都是蓝色的，你不会知道自己是蓝色的，因为你根本没有看过其他的颜色，你只知道就这样。你甚至连颜色什么，你可能也不知道。那神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说，全世界当他只有一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没有，什么叫做漂亮，什么叫做不漂亮，什么叫做慷慨，什么叫做小气，没有办法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办法判断，也没有这些形容词了。所以呢，他为了要认识自己，于是只好从内部去分裂自己。这有点符合我们当初后来说的这个宇宙大爆炸。所以呢，神就从里面分裂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各种的有机物、无机物，各种的生物、非生物，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万物从它内部分裂了出来。我们后来新时代的身心灵才会说，其实我们都是神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一所分裂出来的。其实在讲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分裂出来的这一些，是不是像我们人好了？我们其实跟神是一样的。我们原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质地的人。我们说人性本善，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善人呢？我是不是就要有一些很善良的行为？不然我只是知道我很善良，我怎么去了解什么叫善良？所以呢，就需要透过很多的行为跟经验、体验来去认识自己。我们人为什么来地球？其实就是为了体验，然后借由这些体验来去让自己跟整个整体合而为一。Remember， 重新想起你是谁，然后你又重新跟大家又聚在一起，合而为一。
这一切生而为人，没有什么天命，没有什么使命，没有什么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债要还，没有，就是因为你在一个渴望认识自我的状况下，你来体验很多的生而为人才能够得到的事情。你可以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没有意义，而所有的意义你可以从你的体验去创造。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所以神是这样子吗？那我们常在拜的宫庙的神呢？那耶稣基督的神呢？印度教的神呢？到各种的神呢？这个时候神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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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神不在外面，你就是神啊，你也是神，我也是神，你也是神，你也是神啊，你只是神分裂出来的一个部分，你以为是分开的，没有，我们都是在一起的。然后你要借由你的体验去认识到你自己，你就会发现到所谓的神，其实在你里面你就可以把它叫醒。你的神性就在内在，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哇，这件事情开始有一点越来越有趣，但是有一点难理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好看的地方，大家呢可以从这个里面，然后开始去看到这个所谓的神，他讲了超级多很好玩的概念，而且是完全去打破二元的对跟二元的错。然后呢，作者也问了神说，那你平常都在跟谁说话？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跟你讲这些不是我自己瞎掰的啊？虽然你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然后神就说，其实我一直在跟每一个人说话，只是我不是用说的，而我是用沟通的。我们跟神沟通的方法，第一个是透过感受，包含你身体的感受，你有时候会觉得起鸡皮疙瘩，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感受，感受是灵魂的语言。然后呢，再来才会是想法，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灵机一动，突然间好像有一个什么新的想法，一个 idea 来了，那也是一个来自于你内在的神性，你的神我给你的。第三个其实是经验，就是透由你去做了某一件事情，我做了一件很慷慨的事，于是我感觉到那个慷慨的我跟我结合了天哪，原来我是一个这么慷慨，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很觉得说很宏大，最后才有可能是语言。所以感受、思想、经验，然后最后面才是语言。为什么神很少用语言跟我们人沟通？因为语言它真的只是一个象征物，它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传递所有的讯息感受。好比我现在说神的时候，现在看到影片的你想到的神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有千万种。所以语言真的是一个很模糊、很象征性的东西。神跟你沟通的其实可能用的是感受，或者是让你直接经验到说，天哪，这就是神的感觉。那我要怎么样练习跟神沟通？很简单，永远回到那句老话，你要往内走。当你开始往内走，不再往外求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有 insight， 有内在的视力，有内在的见解，内在的洞见，而很多的洞见都是来自于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神啊，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去挖掘我们内在的那个神性的自我的那个面向。神一直都在里面，然后神创造了我们是为了透由我们的身体去得到人世间的体验。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些见解之后，去把它活出来，把它创造出来，其实这就是神为什么要人们诞生，为什么要众生诞生的原因。这个作者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真的可以代表了很多我们就是作为人类在对于神的时候会想要问的很多种各种的问题。然后呢，你一边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对，我也想要问这题。原来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吗？那后来呢，这本书真的很受欢迎。它第一本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与神对话》的第一集，它就是在讲人为什么要来地球。然后呢，第二、第三本呢，其实就分别在讲，就是那我们活在地球上，我们可以为这个地球做什么？为这个世界做什么？那最后一本第三本就是在讲，那死后的世界，成为一个没有肉体、一个灵魂的状态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非常推荐你可以来看这本与神对话的1、2、3集。那后来作者还出了非常多的系列啦，但是我觉得这3本是超级经典。然后如果你想要入门，就是身心灵这个方面的思考，这个方面的价值观，这个世界观的话呢，我觉得这本非常好入门。但是也许你会跟我一样遇到那个抗拒，就是神福音书，但它真的不是。我觉得它真的打开了很多视野，然后它里面的很多价值观会让我很想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因为其实没有任何一本书或任何一个方法可以适用全世界80亿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对很多人都可以很有帮助，推荐给你。他当初为什么会开始
好，你要什么？我弄一下哈，对不起哈，豆沙可以哈，我要继续喽。你不要去撞那个三脚架。